所以我是杀人了。是的，你杀人了，但最终还要等法院的审判。别等了，现在就判吧。我的婚姻早就死了，我去年做成轮椅，我的人生也等于死了。杀人偿命，早点枪毙我吧，我也就解脱了。你如果真违法了，法律不会轻易放过一个坏人。但是如果你是无辜的，法律也不会随便的冤枉一个好人。你冷静一点。你看我像不冷静的样子吗？不用问了，我认罪，是我杀的曾洁。白小玲，你好好回答问题。目前这个情况，我们不排除有一种可能是你在被动的情况下造成了曾洁的死亡。我们需要的是真相。有罪的人不可能逍遥法外，同样，没罪的人也不会误判。不存在什么误判，也没有什么主动被动。房间里只有我和曾洁，他死了就是我杀的。如果是我死了，那就是他杀的。如果现在死的人是我，你们还会觉得曾洁是无罪的吗？早点枪毙我吧！我说了，我的人生已经死了。白小玲，你要对你的生命负责。难道我要痛哭流涕对你们说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没有杀人，才算对自己负责吗？不，我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，我已经想清楚了。怎么了你？报了那么多案子，真没见过这样的，连替自己辩护一句都不肯。防卫过当，不是，怎么可能是防卫过当的？是这样啊，我的当事人出过车祸，一个站不起来的柔弱的女子面对一个健硕且健全的男子，她能防卫已经是奇迹了，她怎么可能防卫过当呢？立德，在白小玲去旅游之前，我就多次跟你说过，曾洁可能会对她下手。现在曾洁咎由自取，你们怎么还怀疑白小玲了呢？大灰灰，你先别激动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混进来的？是这样啊，我介绍一下，杨正辉，我的助理。你以为我不认识他呀？他就是一个视频博主嘛，什么时候成他助理了？现在呀，来，劳务合同，签个字儿，啊，我章提前盖好了。我们律所是非常讲规矩的，办所有的事情都要合法、合情、合理。名片呢，我都提前印好了。来，二位，来，你是光字旁的辉还是日字旁的辉啊？光字旁。您对，是，所以嘛，我们律所是很严谨的，很严谨。不好意思啊，咱们这儿不能抽烟。我说我不抽，我这人吧，就好拿个范儿啊。有事儿说事儿呗，您摆什么谱啊？是，说事儿啊，说事儿。曾洁呢，与我当事人婚姻存续期间啊，曾多次出轨，而且这个出轨对象繁多。您看啊，这儿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这个是我当事人啊很早就收集到的证据，也曾经提出过离婚，但是我的当事人啊太善良了，一直在纠结，对这个曾洁和这段婚姻还抱有一丝的幻想。但这个曾洁不一样啊，她是不想离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靠着我当事人的家庭财富，过着远远超出自己经济实力的生活。最大的问题是，她很有可能成为离婚的失败者，所以我相信她有杀害白小玲的动机。只有这样，她才能将我当事人的财产占为己有。再说这个其四啊，
去年的11月24号，这个曾杰位于水源村的工作室发生过火灾。当然，李警官，我相信您都了解过，对吧？虽然没有直接证据，但是我相信这个火灾是冲着我当事人来的。因为当这个曾杰得知了白小玲到3楼休息以后，他制造了火灾。他呢自己却准备了全套的完善的逃生设备，但幸运的是啊，白小玲提前离开了现场，逃过一劫。这个呢？哎，这个虽然没有实质性证据，但它是个参考。火灾发生1个月以后，白小玲驾车发生了车祸，导致了残疾。但是巧了，前一天是曾杰替他做的汽车保养。白小玲给我看过她跟朋友的通话记录，车祸的原因就是刹车失灵。对呀，好好的车子刚保养完，怎么刹车就没了呀？说了，这些事儿呢，其实我们都知道。哎呀，所以说，咱们警察同志还是非常严谨的嘛。还有啊，还有那个林芳，林芳的案子和这个案子是两码事儿，并且目前还是处于推测的阶段。我只是建议啊，仅仅是建议。这个曾杰，你们得好好查查。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不是第一次杀人，很有可能是个惯犯。曾杰死了？对。那还真是可惜了，没能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可问题现在是白小玲有一些麻烦，法院多半会判她防卫过当。他反正有的是钱，你让他请个律师帮他。也不律师，但律师不是全能的呀。我是想，如果这个时候能把林芳的事情弄清楚了，多半会对这个案子有帮助的。你想让林珊去报案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当然最好。我们先不说林珊她认不认这件事情，就算他认了，就算让他去，他要怎么说？你是想让他自首是吗？你想让他去，你就自己去找他吧。这件事情我做不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做。哎，意料之中。可是我去找林珊怎么说呢？这么多年前的案子，就算现在重新查出是曾杰，对现在的案子也没有什么帮助。是从逻辑上来说，会没用的。是吧？老赌是硬了的。哎，今天的汤藕鲜得很，尝一下吧，尝一下。咋个样？来，吃菜吃菜吃菜，来，尝一下。我接过电话哦。喂，你是哪个？现在？这天都快黑了。你来草荣本来应该请你吃家大饭店，没想到忙这么晚。这家还行，今天凑合吃。工作期间啊，吃什么都无所谓。等这个案子结了，你得请我吃顿好的，到时候咱俩再喝点。喝一顿。当年呀，我跟你哥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事没事就偷着跑出去喝顿酒，那才有意思。真的？我跟我哥都没喝过酒。没事，不是我哥，咱说案子。我倒是觉得有几个疑点。说说看。
曾杰完全可以选择在江边或者悬崖上动手，而白小玲是在轮椅上，他选择一个危险的地方推一把，查起来会很大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也很难判定到底是意外还是预谋。白小玲的证词说，曾杰第一天带他去的地方全都是景区，游客非常多，曾杰是没有机会下手。而且你看啊，杨振辉几乎把他们所有的行动路线全都拍成照片了。从他提供的照片来看，那游客确实是多。你别说曾杰了，你换成派我去，我都找不着机会下手。没错，但曾杰完全可以选择第2天或者是第3天，找一个人少方便的地方动手。他明明有更好的选择，为什么他偏偏当晚迫不及待的要在酒店动手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曾杰从蓄谋杀人到临时行凶这个中间的环节缺少一个动机，这是我觉得最大的疑点。我赞同。第2点呢，曾杰的检验报告出来了，一共被捅过3刀，1刀左肾，1刀肝，1刀肺。捅的也太准了吧！你给我一把刀，只是让我捅，我都捅不了这么准。就是因为这么准，我反倒觉得更像是偶然。你想，那白小玲学的专业又不是西医，她又不是职业杀手，她怎么可能刀刀致命？是啊，这力度也是惊人。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劲儿捅得那么深？一个正常人在情绪爆发状态下呢？但她不是啊，她是个残疾，而且还是个女人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动静？所以我按你这个逻辑往下捋啊，会不会是有人帮助白小玲行凶？从现场勘查和监控调取，的确是没有其他人，而且凶器上也只有曾杰和白小玲2个人的指纹。我不觉得会有其他人，也相信人在危急的时刻会有惊人的力量。但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了？咱们就顺着这个，如果白小玲杀曾杰不是正当防卫，而是蓄意杀人，那她直接在家下毒不就好？她一个柔弱女子，自己拿把刀去跟曾杰拼命，这胜算太低了吧，太草率了。而且你想，咱们平时判定一个案子，一定要看的就是疑犯的动机，还有更关键的是什么？是他的收益。白小玲死，受益最大的是谁？无疑是曾杰。白小玲一死，他家的钱可都是他的，他家的房子、车，那之前可都是在白小玲一个人的名下。反观白小玲呢？如果曾杰死，他能得到什么？房子、车、钱，那本来就是他的。只有一个动机，曾杰以前有出轨的行为，但他犯不上因为这点事儿就跟曾杰拼命，鱼死网破，然后给曾杰陪葬吧。咱们之前审他的时候，审讯情况、现场证据都指向正当防卫，可他呢？他什么态度？他连辩解都懒得多说一句。从白小玲的状态来看，的确不像是故意杀，但我就是觉得不对劲。有疑问是好事，有疑问咱就接着查，但是这中间有很多地方已经很明显了，咱就别自己给它复杂化了。那个白小玲那个律师张野，我贼看不上他，但是人家说的话是有道理的，都说得通，对吧？是。这白小玲啊，要说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。这之后，我估计她还得看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。我呀，是倾向于防卫过当，别太过。嗨，你要真觉得心里不踏实啊，咱们就再审她一次，把张野说的那些事全都了解清楚，然后再审一次，再去看看白小玲什么态度。是，肯定要再查的。喂？什么？谁？
他怎么会来自首？大灰灰出事了，林珊给我留了个字条，说他去自首了。这几年嘛，我就经常想到我妹儿。我今天早上有看到她，她就坐在那个屋头里头，我们吃饭的桌子旁，她就跟我讲：“哥，吃饭了，哥，吃饭了。”我妈跟我老汉儿似的早，我就跟我妹儿相依为命，骨肉相连，血肉至亲的。我不能让我妹儿死的不明不白。感受到你对你妹的深情了。这才过了4年，你就想起来自首了？对噻，我当时确实也怀疑过郑杰，但是我妹儿对郑杰的那个感情真是没得讲，所以在我心里头，我就把郑杰当作妹弟儿，就没得再去怀疑他了。可是这4年，我就越想越不对劲，越想越不对劲。郑杰每次来找我，都给我塞钱，他要不是心虚，给我钱做啥子？哎，不过我是缺钱，这些年就一直帮他瞒到。这4年来，你跟曾杰要了不少钱了。对，但是也不对，是他给我的，我没得要。真的，我妹儿出事儿那天，曾杰拿钱来我这儿，说我养我妹妹这么长时间，妹妹现在没得了，那哪个来养我嘛？所以他说是孝敬我的。而且你晓得不？我妹儿跟他结婚的时候，分钱彩礼没得。真的，你是不晓得我妹儿长得那个怪哟，跟个明星似的。真的，分钱彩礼没得。曾杰这么主动？当然喽。真是意外啊，哥！我妹儿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看我的作品都已经获奖了，我就赚大钱。到时候好好孝敬你，哥，我好好孝敬你。你给我爬起！我还指望你赚钱，我妹儿的所有积蓄都给你了，我还指望你养我。哥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你看，现在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。你看，我已经都留校了，我作品也拿奖了，那不很快就能赚到钱了吗？那你是怎么今儿就突然间想起来要大义灭亲的？大义灭亲？灭哪个？灭你妹夫。我呸！不是陪你啊，我是说啊，他抛弃我妹儿跟你有钱的女的结婚之后，跟我就不亲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如果按照你说的是曾杰杀害了林芳，我们要是把曾杰给刷了，以后你跟谁要钱啊？我要啥子钱？那是他还我的钱，那就当他还我彩礼钱了。我看得上他那点钱。警察同志，能吃个烟不？不抽烟的。喝口水也可以，水。你说你这事儿呢，4年前的事儿了。林芳的死亡证明还有户籍销注都是你去办的。你现在要自首包庇杀人，可现在除了口供什么都没有。林芳的尸体呢？法医鉴定看过没有？这就是我为啥子来自首的原因。郑杰这皮娃儿把我妹儿给买了。我妹儿现在在哪儿了？你给我带回来！我忘了呀，哥。你敢把我妹儿扔到山沟沟里头？埋了，哥，埋了。我当时可能把一个人扔山里啊，哥。埋好了。埋哪儿了？不晓得。你说你连埋哪儿都不知道，就敢相信你妹是心脏病突发意外死亡？
就是那个说了，郑姐当时装得太像个人了，所以我就信了。到后来我才晓得，郑姐跟那个有钱的女的结婚了之后，我就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妹儿挡住她的财路了？这些年我就一直在想，就像你说的，我没得证据，无凭无据，我啷个说呢？我说啥子你们才会相信我噻？可是今天早上，我妹儿跟我说完吃饭后，她就跟我说：“哥，我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呀，你得替我做主。”我听完这个话，我就坐在院巴头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到底来不来？这不知道天黑了，我才来自首。那你为什么来这儿自首？干嘛不直接去你们村里或者镇上的派出所？说话。郑姐在曹龙啊，你们方便抓她噻。那你知道曾杰把林芳的尸体埋在哪儿了吗？具体我不晓得，但郑姐当时注册的公司应该有记录。小故事变得挺紧凑了。张小红刚发消息给我，说林珊居然去自首。你不觉得奇怪？是挺奇怪的。曾杰刚出事，林珊就跑过来提林芳，他是怎么知道？是啊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怎么？你怀疑我啊？我不怀疑你，怀疑谁？在这个案子里，知道林珊的人，也就是你和曾杰，不是你那哪是曾杰？托付你了。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！先不说有没有意思，就说你有没有这动机。我肯定是有的呀。李警官，在白小玲去旅游之前，我已经无数次的提醒过白小玲会出事。大哥，现在出事的是曾杰。废话，曾杰要是不动手上，他能被反杀吗？你真的觉得他是反杀，是被动反击吗？我不用觉得，真相摆在那儿。这不是真相，这是表象。大贵，你是怎么了？你是被白小玲洗脑了吗？没错，你这些天一直在调查曾杰。曾杰之前做的很多事情，包括林芳在内，你的判断、调查和推断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现在曾杰的死明显有很多的疑问，你怎么能视而不见呢？我没有视而不见，我是讲逻辑的。逻辑也是有漏洞的，好吗？李德，在这个案子发生之前，你我都清楚曾杰不是个东西，白小玲是个受害者。怎么到了这个时候，你反而不坚定了呢？曾杰要带白小玲去旅游，你我都知道他要干什么，这个逻辑支底就足以支撑这个真相。首先，我要的是证据，在这个案子，证据、动机是最关键的。其次，我当然希望白小玲是正当防卫，因为我知道曾杰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，但并不能因为他是坏人就可以不明不白的死去。最后，我是警察，你要的是逻辑，但我要的是公义。办案期间不能喝酒，是我的事。那个，你给我透露透露呗。你明天和张野去找白小玲，准备聊什么？还能聊一些什么？就是让他别紧张，这个案子基本没什么变数，肯定是正当防卫了。现在要界定的就是防卫过当还是不过当。那我跟你说好啊，这个案子我肯定要继续查下去，把所有的疑点全部解决清楚。行，你科学严谨，你刚正不阿，你查呗。顺便跟你说个事儿，白小玲她现在啊，身心状况都不太好。能好才怪。是，换了谁碰到这种事儿，肯定都会情绪失控、心态消极的。我是担心她的身体状况会不会越来越差。应该没事，他挺坚强的，查清楚就好。
哎，冷静！办案期间不能喝酒。冷静。曾杰，曾杰，你听说了吗？还大学教授呢，还被包养过。天哪，还是女学生呢，衣冠禽兽啊！是不是你们学校的？哎，好像还家暴呢。哎，听说啊，还杀了前女友，天天出轨，渣男啊！啊，被捅死了吗？太可怕了！哎，这事儿果不其然在网上引起了讨论。现在什么博主啊、公众号啊、微博呀，都在转发这事儿。现在这个信息速率太快了，说不定这是好事儿。喂，谢谢你啊 ，Tracy。谢我？谢谢你帮我说服灵山，没想到最后还是你帮了我。说服灵山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昨天去自首，不是你劝的？我怎么可能？曾杰和林芳那些事，我从来不跟他聊。那怎么会啊？可他昨天确实去自首了，你没说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怎么可能呢？白小玲，有几个问题还需要你再回答一下。请问，去年11月份，曾杰工作室发生了一起火灾，你当时在场吧？可以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？那是个意外，后来消防队都已经调查清楚了。炭盆点着了沙发上的毯子，当时工作室2楼没有人，烧着了蔓延开了，把整个工作室都烧光了。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，大概是火灾前1个多小时吧。在发生火灾之前，你是不是跟曾杰还有他的同事说，你累了，想要去休息一下？对。曾杰是不是以为你当时正在工作室的3楼？我是回家了，得知失火后才赶过去的。在火灾之后的1个月啊，你发生了车祸，当时的情况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我约了郊区的大师，去给我生病的父亲祈福。路上，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开车去了？你老公没陪你吗？他忙着呢。我好不容易约上大师给我爸祈福，等他时间不知道到哪天了。哎，你等我回来啊，到时候我们去按摩。啊，行行。哎，怎么刹车踩着没反应了？不能啊，你是不是踩错了？怎么可能真没反应了？哎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马上走的那一个。怎么办？我现在速度很快，我怎么停下来啊？在出事之前，曾杰曾经带着那辆车去做过保养，对吗？对。白小玲，曾杰工作室的火灾和后来造成你残疾的车祸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2者之间其实是有联系的？问你话呢，你觉得会不会是？会不会是曾杰故意想杀了我，对不对？说实话，过去的1年，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，我也从来不愿意这么去想。你是我丈夫，是我选择要共度一生的男人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都劝我不要选他，因为他家境贫寒，配不上我。因为他只是一个收入微薄的老师，一个赚不了多少钱的陶艺家。但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他。我用我家的钱给他做工作室，让他的才华得以展露。
我不遗余力地资助他参加各种比赛，让他崭露头角。当别人叫他曾大师的时候，我无比骄傲。我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我爱他。我想把一切都给他。我知道他在外面有人，我安慰自己，只要他还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装作不知道就是了。到后来，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。去年我想过离婚，但因为完全的信任，我没有做过任何婚前财产公证。那样离婚我实在不甘心，我甚至还想过抓到他出轨的证据来打官司。先喝点水。是的，这2天我认真地想了之前发生的事情。工作室失火那晚，曾杰一定以为我说休息是去3楼休息了。他送朋友离开，失火的时候他甚至都不在2楼，他在窑炉那边忙活。等他发现失火上楼去找我的时候，如果我真的在3楼，他是已经被烧死了。当时我赶去现场，得知他戴着面罩裹着防火毯，我还觉得万幸。现在你们让我怎么觉得？普通人谁会随时准备这些东西？车祸也是，出发前我的车只有曾杰送去保养过，我不确定车有没有被动过手脚，但我可以确保的是，我不会犯油门刹车踩错的低级失误。我是跑过拉力赛的。是的，曾杰一直都想让我死。这次旅行，他就是想让我彻底的从他生活里消失。相比离婚，我死了他的收益会更大，连我的钱都是他的了。他对我真的是毫不留情啊。你的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了，现在就看法院那边怎么界定。至于是不是防卫过当，还需要进一步的研判。不过，如果曾杰是预谋杀人的话，在你们旅行的时候，曾杰选择在山崖或者是江边动手，应该会更容易。事发之后，他依然可以用意外来掩饰。你觉得他为什么会选择在房间动手？这样做的话，即使得逞了，也很难逃出法律的制裁。他有这么蠢吗？那天晚上我跟他摊牌，想说索性就离了吧，所以我把我知道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都说了出来。结果，他暴怒了，情绪失控了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曾杰情绪很容易失控，而且一直都有暴力倾向。我车祸之前，他就对我多次家暴；车祸之后，他也对我动过手。那你为什么一直不报警？当时我要脸。那时你要脸，现在曾杰死了，你才说他家暴你。好，就算是真的，我们查。那你知道现在我们去取证，那难度有多大吗？我有证据。
我答应的事情肯定会做噻，我是讲信用的。好。那个尾款你啥子时候？只要你把证据和林芳的事情告诉警察，到时候我会联系你。如果之后有警察找你询问林芳的事情，你如实告知就可以。就这？我好像还没说完。不好。我就说你懂得喝嘛，确实不一样。昨天是危地马拉水洗，今天是完了。警察同志，能吃颗烟不？sorry， 对不起，人人都能吃大姐赏的饭吗？白小莲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想过，咱们就都别过。曾经你居然敢拿刀对着我！这个曾杰，你得好好查查。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不是第一次杀人，很有可能是个惯犯。来，停！我说去休息，是去3楼休息。他送朋友离开，失火的时候，他甚至都不在2楼，他在摇铃边上休息。我老公专门带来的，什么来着？手这样更卫生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老公专门带来的，说这样更卫生。